好，大家好，今天咱们讲一下牡丹花头的画法第2步，然后如何搭建花架。那搭建花架它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咱今天以这个为主，然后去讲。好，今天用到的颜色是太白加紫色打底。咱先准备一下颜色，调个底色啊，把太白色挤在咱们的调色盘里，然后用毛笔咱们的花头笔蘸清水，把清水拿到这边来，给它放到里面来啊。然后用清水把太白色给它调均匀，先把太白调均匀，把它揉开，不要让它有颗粒啊。毛笔上还有一些粘在顶上的，咱们就去给它刮一下，刮完以后咱们再接着去给它调上，把紫颜色一点一点的给它加进来。你看紫色给它调到里边去，再来一些多一点没有关系，让它微微的发紫。你看再来一些。好了，那咱今天用这个底色。好，调好以后你看毛笔上是不是水薄薄的？你看咱毛笔是不是？那在这种水多的情况下，你看咱笔尖是吧？你看它不停的往下滴水是吧？笔尖也没有那么尖是吧？它不聚风。那咱把这个多余的水分，你看怎么去给它刮？我给它刮下去，是不是？给它刮下去，咱放到旁边备用放到旁边备用，把这个清水也给它放一遍。那今天咱们用玫瑰红还有牡丹红、胭脂这3个颜色去调色玫瑰红给它挤在调色盘里，然后牡丹红玫瑰红、牡丹红，实在没有牡丹红的，咱用曙红给它代替也可以。你看这2个颜色比较接近一些。好，最后咱们是胭脂色，然后胭脂色那好，咱先给它搭建咱们的花架画一个花头。然后你看咱这个毛笔笔尖去过渡咱们的玫瑰红色滚动毛笔去调，你看给它来上，滚动毛笔去调玫瑰红，淡淡的这种浅色，然后过渡完以后，然后来上咱们的牡丹红色，你看给它加重一些了，是不是？牡丹红过渡，你看是吧？然后咱把笔尖上你看一点一点的给它加重。好，咱先来去给它画一个。那咱在这边我看一下，咱来一朵往右边，好吧？咱往右边开放的咱怎么去搭建花架？看好了，先画一个花头，跟大家说一下搭花架需要注意的事项。侧锋运笔，你看我把毛笔按在纸上，然后给它往右边推，是吧？给它来了一个花瓣。那我这边我想再给它加上一笔，可不可以？捻动毛笔，给它再出来一个花瓣，是吧？那这边咱接着来，毛笔压下来，捻动毛笔，给它再出来一个，走一个，是不是？那咱接着咱说了让它往右来，那咱接着再去给它出花瓣出花瓣。那这边我想给它这样去给它推过来一个，可不可以？是不是？好，咱蘸点底色蘸点底色。第1步是围花心，围花心咱说过，不管用啥花瓣去给它围，只要把花心给它围住就好，对不对？咱上堂课咱们必学课程里边都有讲。那今天咱们教大家去搭建花架，把颜色给它调均匀，牡丹红过渡，然后玫瑰红过渡，牡丹红，笔尖稍微给它加强一点，一定要把颜色给它调匀了调匀以后咱们再去画。这边我想接着给它咱把花心给它定在这里。那你看我毛笔压过来，给它往这边去给它推，是吧？给它再压过去，捻动毛笔给它来一个大的。
那这边开始啊，咱接着给它往上推过去，压上一笔，哎，给它往这边转，是吧？给它转过来，咱接着给它推，侧锋运笔，哎，往上走一个，毛笔压下来，你看又给它出来一个花瓣，对不对？好，咱再接着去调颜色啊，玫瑰红色，然后啥？牡丹红，笔尖加强。好，咱们去给它大花架。哎，我从这边我压过来，捻动毛笔，哎，给它出来一个，是不是？咱把花心一层一层的，哎，咱给它围住了。这边我想给它，哎，这样去出，是吧？笔尖给它加强，加强，哎，咱们的牡丹红色，哎，我一点点给它压过来，是不是？咱把花心给它围上了。然后围上以后啊，咱们去给它搭建它的花架啊，搭建花架。好，咱们去搭。那你看这边，我想哎压过来，捻动毛笔，哎给它来一个小的小翻瓣，是不是啊？哎给它转上去了，来一个，然后咱们再来一个，是吧？在它这边再来一个。那咱再去补充一下底色啊，我去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蘸完底色以后，来调玫瑰红色，滚动毛笔去调。滚动毛笔去调底色，然后来上咱们的牡丹红，你看是吧？哎，笔尖给它加强啊，加强一下。好了，那咱现在啊，给它这个哎卷瓣给它放上。那现在咱们去给它搭建花架啊，搭建花架。那咱今天这个小花架搭建的少一点。那你看我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给它哎出来一个，哎毛笔压下来，侧锋运笔，哎给它往上走一个，啊这边是吧？哎我再给它哎来上一个小的，对不对？啊这边一个，这边一个，那我在这边要不要再来一个？那咱搭花架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啊？那你看我左边画一个这个，哎我右边画了一个和它不一样的。那咱尽量的不要让它左右对称啊，不要让它左右对称，要跟它不一样。哎，有小的，有不同姿态的啊，有大的，那这个更大一点，是不是？那这边更大。那如果说，哎，我在这边，我可不可以，哎，再这样，哎，那我想给它加，还是不给它加？啊，咱不给它加了。这朵花，我想让它开的花瓣简单一点，是吧？简单一点，咱试一下。哎，就搭那么多，多一点也不给它搭，是不是啊？啊，多一点不给它搭，然后去蘸一点底色，笔肚轻轻蘸底色，刮掉毛笔上多余的水分。下边咱们再来一个，好不好？下边啊，咱再搭一个，搭一个往它这个左边的啊，往左开的。那这个我想给它搭的多一点，咱试一下啊。哎，笔尖给它过渡，玫瑰红色，玫瑰红。然后曙红、玫瑰红啊，玫瑰红、牡丹红，你看笔尖给它加强。那咱在这个往它的左边再来一个啊，侧锋运笔，哎，给它推过来一个大的，然后给它哎来上。你看这边给它哎往这边推过来，那这边我给它包过去，哎，再压上一笔，给它哎来上。你看，给它捻动毛笔，给它压过来。那这个你看，我层次我想给它搭花架搭的多一点。那我这边我先给它包住再说，是吧？那我这边哎，我给它出来一个啊，不要让它对称，是不是？这边我再给它接着哎来左右啊，你看，给它哎来上。好，去蘸一下底色啊，毛笔干了。那你看，是吧？不管它花头画的是大是小，那花架咱多搭一点，看看有什么效果。等一下咱们最后去填空啊，最后去填空。好了，那这边我还想再给它，哎，再来一个，在它的旁边，你看，再给它出来一个，哎，捻动毛笔，哎，给它来一个，
接着走小的左边，给它包上去，下边再给它包上来一层，有大有小的去给它包。那你看这个是吧？架子搭的是不是比它多？那这边我还想再接着给它出来，你看是不是特别多啊？给它长出来的小翅膀啊。下边我还想接着再给它来上一些过渡牡丹红。那我在这边要不要再给它？我这个位置给它出来一个捻动毛笔，接着来上。你看看，那真是特别多啊！给它再来一个小的。那你看这个花架搭的是吧？非常丰富啊。那好，那咱们再来一个啊，咱去给它把这个空隙给它填上，看看花架搭的多少，会出来什么效果，是不是？好，咱去蘸底色啊，去蘸底色，咱去把这个啊给它实践一下，看看会出什么效果啊。玫瑰红色给它来上。然后曙红过渡，笔尖加强，去给它填空隙。好，现在还没有用到胭脂啊，那这个简单一点，咱给它添大花瓣了啊。我毛笔压下一笔，你看这个位置我接着去给它推，这样给它往上撇出去一个，压上一笔。那你看这个花瓣是吧？切出小花裂是吧？大大的啊。那把镜头往下来一点，大大的咱给它填出来了。那我现在又去调玫瑰红色过渡，然后笔尖牡丹红加深过渡均匀。好，咱接着去给它填。那毛笔给它小心翼翼的加到里边来，压上一笔，捻动毛笔给它往右上方去推。你看，咱又给它推出来一层，是不是啊？好，咱接着蘸点底色啊，蘸一点底色，接着来调玫瑰红色，滚动毛笔去调玫瑰红，然后是牡丹红。你看是吧？牡丹红，然后咱们再接着给它添，那怎么去添？那我这边我想给它来上一个毛笔压下来，你看给它压一笔，然后咱从这个位置上笔尖给它过渡，给它往上去给它推，是吧？给它来一个大花瓣。那这边你看我要不要给它添上一笔？这边给它衔接上，是吧？一个大花瓣。那这边也是毛笔压下来，给它往外推。来个小的，给它走过来。好，花架搭的啊少一点，然后咱给它填空，自然就会少一些。好，笔尖给它加强，然后咱们再去填这个空隙。侧锋运笔给它压一笔，给它推。这边我给它往外推过来，小的，小心翼翼的去给它。如果说咱想给它包在它的上方，你看给它切个小花裂，是吧？给它撇上去。那这边也是笔尖去笔肚啊，去补充底色，用笔肚啊鼓鼓的小肚子去蘸底色。然后玫瑰红色，玫瑰红，牡丹红啊，老师说错啊，牡丹红色。然后咱再去给它添花瓣，那这个位置我接着给它推过来，小心翼翼的压一笔，咱往这边去给它把这个空隙填上，你看看是吧？咱又给它填出来了。那这边是吧？它是它这里面的小翻瓣，你看咱去给它强调一下它中色，把花裂给它一切，是不是就出来了？那你看这朵花，咱基本上就填完了。那剩下的咱在下边填一填它的大花瓣，填一填它的大花瓣啊，这朵花咱们就完成了。然后
再来上咱们的玫瑰红、牡丹红过渡，笔尖加强。那现在啊，咱们画下边的花瓣，哎，稍微把颜色给它调重一点。那我现在加上一些胭脂色，你看是不是啊？颜色啊，不要加太多啊，因为胭脂色比较发黑，调多了它是黑黑的这种感觉。然后去给它填咱们的大花瓣了啊。那你看我毛笔，哎，压上一笔，哎，给它压过来。那我接着哎去给它哎推花瓣，哎给它往这边推，是吧？哎给它推出来，那这个位置我给它哎压上一笔，对不对？咱把这个大空哎咱就给它填上了。那接着这边是不是还得要给它来上一个？然后从这边开始，哎毛笔给它哎侧锋运笔，哎给它往左边推，哎衔接上，是不是？给它来个相比小一点的，哎，这边我再给它哎压上一笔，是不是丰富它这个花瓣的层次啊？丰富花瓣的层次，你看看，是吧？那这边我要不要再给它加上一个？去蘸底色啊，毛笔水分多了，刮一下，然后去挑玫瑰红色，玫瑰红，然后是牡丹红色，然后过渡胭脂，笔尖一定要给它加重啊，让它体现出来它这个层次和立体感。然后把手腕转过来，咱去添花瓣，哎，压上一笔。你看我接着哎侧锋运笔，哎给它哎往这边推，哎你看给它哎压过来，是吧？哎给它加了一个大花瓣。那你看这朵牡丹花是不是咱就给它展开了？阿拜该加重的哎给它哎强调加重，是不是给它展开了啊？如果说哎咱还想给它添，那你就去给它添上一些小碎瓣，零零碎碎的啊。你看还要不要给它加？好，加不加都可以啊，不加也没有问题。把这个空间哎咱去给它哎填上里面小的小花裂，哎给它切出来，是吧？好了，那咱这朵花咱们让它开到这种程度，那接下来咱们去干啥？把这个给它填上，让它两个有一个对比的状态啊，有一个对比状态，把这个压在旁边，给它压在这个位置上。好了，去填这朵牡丹花的花头的空隙。那咱接着来，那你看这个花架要比上面的多，是不是啊？咱去填一填，看看它俩能出现啊有啥区别啊？有啥区别？然后咱再去总结啊。笔尖过渡，玫瑰红、牡丹红色，哎，笔尖加强。那我去填空隙了啊。那这个里面的哎加过来，你看压上一层，哎，然后毛笔给它推，你看给它哎再压过来，哎推过来，哎压上一笔，切个小花裂，你看是不是？哦，这边给它出来一层。那我接着来，你看在这个小夹缝里，哎，咱们再出来一层，用毛笔给它推，哎，层层叠叠的，哎，又一层，是不是？那我在这边笔尖给它加强，接着去给它填空隙啊，填上它的小空隙，笔尖过渡牡丹红这个位置，哎，毛笔哎给它推上去，哎，侧锋运笔，然后给它哎往外推，哎，压上一小笔，切个小花裂，你看看是吧？那我在它的哎它俩的这个哎去给它强调一下，这边顺便哎这个位置切一个花裂，对不对？那你看这边是不是很丰富？那我接着再去填，笔尖过渡玫瑰红、牡丹红色，加强，然后把这个空隙咱再接着去给它填，小的哎给它往外推。那你看咱这个花瓣和上面的咱刚才画的那个啊作为一个对比，那这个牡丹花它有啥特点？是吧？填的空隙花瓣啊，你看这个填的多大，对吧？那咱这个填的都小，因为它花架搭的多，空间小，是不是啊？挤在一起。那咱再接着来看一下最后的啊，咱填完以后看一下最后的效果，拿这两朵作为一个对比啊去分析。过渡，
然后咱再接着来。那毛笔，哎，我再去给它推过去，哎，接着把这个空给它翻瓣填出来，你看是不是？啊，又填一个。接着这边接着来，毛笔给它推过去，压上，走过来，又来一个小的，稍微给它笔尖加强，切个小花裂，是不是？好，这边再接着来，玫瑰红色、牡丹红过渡，笔尖加重。笔尖加重，那咱接着去给它添花瓣。毛笔侧风韵笔压一笔，哎，接着给它往外推，你看是吧？又给它填出来了。那我要不要在它俩的中间，我还想再给它出来一层花瓣？哎，这边哎，我再给它包过来，走过去，衔接上。哎，你看是不是把这些小空隙啊，咱一点一点的都给它填出来了啊？我把镜头稍微往这边推一下啊，你看看，那填了那么多，才填了一小部分，那咱还得接着往下去给它填，是不是？好了，没有底色，去轻轻蘸咱们的底色啊，刮一下，然后去调玫瑰红色。那它这个花架多，是不是？咱就填空啊，填的空隙肯定要多一点啊，肯定要多一点。笔尖给它来上。然后稍微来一点点的胭脂色啊。好了，这边那我去给它加毛笔压下来，你看我给它压上一笔，是不是？那这边我想给它包上去，再给它推，你看给它压上一笔。这边小心翼翼的去给它填，毛笔推过来，给它往下撇一个啊，你可以给它撇下来，是吧？来个小的层次。对不对？那你看这朵花，一点一点的咱给它展开了啊，方法都是一样的，填空的方法都一样，对不对？然后给它来上牡丹红过渡，笔尖加强，接着我去给它填，小心翼翼的从这边给它填出去，该加重的加重，给它撇出来一个小瓣，你看压上一笔，是不是啊？给它出来。好，接着再去从这边啊，再去填上毛笔，侧风韵笔给它往外推，这边给它扫进来，小花裂一切，你看看，啊，把笔尖该加重的地方，咱给它强调一下，玫瑰红、牡丹红，给它加重，填上它，是吧？这边也是。画出它的这个小层次的这种感觉，给它加上，来个小花裂。好，这边咱还有一个是吧？接着去给它填玫瑰红色、牡丹红，笔尖过渡，然后加强这个位置侧锋运笔，你看，我给它往这边压一笔，好，这个位置压上一笔啊，那咱接着去给它往上边推，是吧？又给它来一个，那这边要不要再给它衔接上？是吧？给它衔接上啊，又出来。那你看这朵花是吧？层层叠叠的，咱给它加了那么多，是吧？层次多呀，啊，它花架大的多，那咱填的空就多，是不是？好，我再接着给它来。好了，咱们再接着去给它调上咱们的玫瑰红。然后牡丹红、胭脂，好，接着去给它填空隙，然后咱把这个小心翼翼的去给它压上一笔，是吧？底下颜色够重了，对不对？然后咱按下来给它往外推，你看，咱给它包上去，给它衔接上。那你看这个大花瓣是不是给它加上了？好，又去蘸底色啊，接着来调玫瑰红，把这个稍微往上推一下，玫瑰红色过渡，然后牡丹红，然后来上胭脂，
好，接着去给它填。哎，我毛笔落在纸上，侧锋运笔，哎，往右边给它推。哎，这边哎给它压下来一个，哎，这边衔接上一个小的，是不是给它加了一个大花瓣？好，这边咱接着再去给它来上毛笔笔尖，哎，去给它往左边推。这边我想给它哎衔接上，压一笔，是不是？那这边要不要再接着给它填啊？我去蘸点底色，然后去调牡丹红、玫瑰红、牡丹红过渡，来上胭脂，你看，调好以后，咱接着去给它填。那怎么填？那毛笔啊，还是侧锋运笔啊，你看。压下来，给它往这边推，这边要不要给它衔接上，是吧？给它填上去。你看我这边给它不顺手，咱这样去加啊。这个等一下咱去给它回扫一下。好，把这个空隙咱给它接着往下推过来，压上一笔。那你看这朵牡丹花，是吧？那咱又给它出来了。那这边你看是不是齐的？咱顺势啊，我想去给它填出来，给它压过来，给它推，去给它破一下，对吧？打破这种布局啊，咱去给它破开。哦，现在毛笔干了，你看运笔运不动了，咱去蘸点底色，蘸点底色，重新调一下颜色啊，去给它加。你看看是不是？毛笔给它推过来，走过去，大花瓣给它添上，来上一笔，是不是？把这个齐的咱给它破开。那你看这朵花是吧？越来越丰富啊！这边我想给它回扫一下，可不可以？你看这个位置，要不要给它再接着来上一个花瓣？往下推，压一笔。切个小花裂，这边给它回扫上，是不是？那你看这朵花是吧？啊，下边我还想再接着给它来上一些，下边咱再给它填上一些花瓣，还有空隙，是不是？然后给它过渡胭脂色，好了，接着给它填，毛笔压过来。按下一笔，你看，接着去给它推，你看是不是啊？给它出来一个，那又给它出来一层，那这边接着给它来上衔接上，是不是？那这边这个花瓣我不太满意，我觉得这个外形不太满意，咱去给它调整一下，是吧？只要把颜色给它调的对啊，咱就给它压上。这边要不要再给它来上啊？也不差这一笔，对不对？把这个花啊，牡丹花花瓣给它填上，曙红啊，不是那个牡丹红啊，胭脂色。你看，那这边我现在给它推过去，小的给它衔接过来，给它切上一笔，你完全可以给它切，是吧？然后咱把这个该加重的咱去给它加强。小花裂给它表现一下啊，那这边我要不要给它回扫一笔，是吧？增加它这个灵动性，给它填上。这边给它扫一个，是吧？大胆的去给它画出来。好，那你看这朵花和上面这个啊，它俩做对比，你看看啊。咱把它俩作为一个对比，那是不是它比较简单一点，对吧？它的花瓣少啊，咱给它写上，咱做一个对比去讲解啊。它两个做对比，那这一朵它的花瓣是不是花瓣啊？咱写上花瓣是不是相比之下它会少一些？对吧？那它相比之下，它的花瓣是什么情况啊？它的花瓣就比较多，对吧？就比较多。那它这个就比较简单，
啊，感觉给人的感觉，哎，它就是简单是吧？啊，那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丰富了，是吧？它的花瓣就丰富起来了，层次比较多。那它这个层次少，是不是？那它这个层次就多了。那大家分析一下啊，那你看这个花心画的还不小呢，它花瓣怎么那么少？它这个花心画的比它还小一些，那它花瓣怎么那么多？是吧？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解的今天要讲解的理论知识了。你看，那为啥？咱总结一下，咱们再去搭建花架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步骤？这是咱们所讲的第2个步骤，叫搭花架搭建咱们的花架上节课讲的是围花心。搭花架需要注意哪些？咱们就是在搭小花架的时候用到的是2号花瓣比较多一些，是吧？之前讲过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连接课2号花瓣比较多一些，对吧？运用的比较多一些，用它去搭建花架。那它搭建花架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第一个就是左右不对称不要给它画的一模一样，明白吧？要有大有小，是吧？有大有小有大有小。那还有啥不同形状的，是吧？当然还有更多。那只要让它两个左右不对称，不要给它画一样了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是不是有长有短有粗有细肯定的是吧？有粗一点的然后还有小细一点的，是吧？那它小了，它自然就会变细一点。那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一定要注意事项。那咱如果说左右给它画对称了，是吧？左右给它画对称了，那怎么办如果画对称了，对称的情况下，如果画对称的情况大家要知道老师说的这个情况如果画对称了，它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破要去给它破开。怎么去破？等一下老师还会再跟大家去举例子现在给大家举上一个例子那我在搭花架的时候你看怎么去给它破？很简单我画着画着，是吧？不小心画着画着，我这边比如说咱这个是花心那我在搭花架的时候我这边给它画了一笔，是吧？我不知不觉的我在这边又给它画了一笔。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两边老师我两边画的一样了，是吧？那没关系，那你可以在它的旁边，你看比如说那我在这边我再给它加个小的，是不是咱就给它破开了？如果它两个位置对称了，大小也对称了，咱就去给它加上，是吧？我在它的这个旁边加一个，你看它左右是不是不一样了？对吧？左右不一样了，这个方法咱们就叫做破法方法叫做破，去打破这种布局你看破，是吧？破开左右对称的这种情景，明白了吧？当然咱们还有其他的更多，那我可以在它上方再加上，是不是？那第2点，咱主要是以这两个花头，为啥要画这两个作为对比？啥对比？你看很明显咱们在绘画的时候，花架的多少，是不是它决定啥？那决定牡丹花头的层次。那花架多，是吧？花架咱们在搭的多的时候，是吧？多的时候它的什么呀？它的层次就会丰富，是不是层次多丰富，对不对？那花架搭的少花架少，那不就这一个吗？咱搭的少，是不是咱给它写上这个是多的情况，这个是少的情况，那它会出现什么比较简单，对不对层次也少一些，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想画什么样的类型那咱去给它表现。那还有就是咱们在填空的时候也是尽量的也要给它对那个不要对称。其实很简单，
咱把这一点做到了，第一点、第二点咱做到了，它就不会给它对称，因为你的这个花架搭的不一样，你再去填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它就不可能填一样了，对不对？它是息息相关的，第一步决定第二步第一步决定第二步。那这是咱们今天所要讲解的内容今天所要讲解的内容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层次搭花架的这个方法，是不是搭花架的它具体的理论知识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咱们再通过举例是吧，绘画去展现给大家，视觉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好不好？那这堂课那咱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不好下节课咱们再接着讲。